一早，林浩是被尿憋醒的，无聊的打开系统看了一眼，发现今天的幸运值居然有82点，很高啊！但想想也就郁闷了，这是租的船，没有用自己的作业工具啊，要不买套鱼竿？但80多点的幸运值，光靠钓的话，又能钓多少呢？这里的海域算是渤海与黄海的交界，渔获品种会与林浩老家有很大的不同，而且这里属于冷水系，想来不少鱼的口感会更好些。犹豫了一下，他还是有了决定，走到酒店的阳台，掏出手机拨给了李刚。阿浩，这才几点啊？我天啊，6点都没到，你要干啥啊？别啰嗦，你今天雇的拖网船到底是浮拖还是底拖？船是多大的？你问这个干啥？你帮我问清楚，我有用。李刚不得已，只得挂了电话，打给船东细问。片刻回给了林浩，2艘船，钓鱼船是11.7米的，属于快艇；拖网船则是18米的中层网。如果说是刚来时，他还得详细的问清楚，现在嘛不必。得知是18米的船，中层网，他当即就知道该从系统里定制哪一种网。没错，他打算从系统里定网，反正一张网也就几千的功勋值，跟买2根鱼竿差不多。捕鱼，他是认真的，别人当成是玩，但他不这样认为。再有，他要考察一下本地海域的情况，以后说不得自己的大船有可能会过来。下到停车场，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确定无人，他从系统里把网拿了出来，接着便打电话给李刚。李刚下来后，看到放在地上的网都懵了，这哪来的？我一早定的，别啰嗦，通知船东安排人来人把网拖去，我不习惯用别人的网。不是，就玩一天，哪来的这些毛病？快点！李刚哭笑不得，有的人有洁癖他是知道的，但也没听说捕鱼还一定要用自己买的网啊。算了，谁叫是兄弟呢？谁叫是自己把人叫来的呢？心累，打了个电话给船东，加了500块钱，船东才同意换网。两人就在底下等着，差不多半个小时，车子来把网给拉走了。两人这才上去吃早饭。你就留个纸条，到哪去了？餐厅中，陈雪不解地问道。林浩下来时给他留了个纸条，说等一下餐厅集合。办点事已经弄好了，快点吃吧。吃完早饭已经是7点半左右，除了林浩，大家都是抱着游玩的心态，所以无所谓迟一点早一点。这个酒店本就是观海酒店，所以离海边倒不是很远。刚子，租一艘18米的船，一天多少钱？原本是5200块，现在变成5700了。刚子一脸无所谓的道，对于他来讲，几千块还真的不算钱，原本他的零花钱就不少。上次他带了一只百年餐回家孝敬他老子，李明辉一高兴，又奖励了他100万。这次大家来玩，他老子又给他50万，生怕他怠慢了客人，所以这货从来也没缺过钱。这个世道从来就没有公平过，有的人生来的起点，就是大部分人可望不可及的终点。钓鱼船呢？哦，那个要便宜点，1800块包一天。咋的？问那么清楚，你要给我报销？你做梦吧！李刚轻切一声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2个字：贱人。没一会便到了码头，李刚对着众人道：喜欢钓鱼的上快艇，喜欢捕鱼的上渔船。林浩也笑着补充了一句：先声明，不管哪个收获的多，今天的收获大家都是均摊的。不管是不是他大方，这些话还是要提前说的，不然等晚上回来，渔船收获的多，大家又不好意思要，到时搞得就肥了他一人，也不是很好。我钓鱼吧。张哥说了一句，一是爱好，二他也不懂网拖。栾哥也选择了钓鱼。陈雪看向林浩，后者笑道：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捕鱼？陈雪点头。李刚犹豫了一下，也上了拖网船。放心，我们作业的区域离得都不远，等中午咱再靠一起吃饭。李刚对着钓鱼船的几人摆手说道。林浩站在船头，感受着海风，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气候不同。虽说已经11月份，但要是在老家，这个天出海是感受不到太多凉意的。但这里不同，海风刮在脸上，虽不像刀子那般夸张，但也是冷飕飕的。缩了缩脖子，他看了眼系统所指向的方向，又跑到舵室跟船东聊了起来。老哥，你这船1小时要不要60升油？船东一怔，哟，行家啊，我这1小时差不多就65升左右，要是顺风的话能省一点。我也是打鱼的，不过是底拖。船东一听是同行，便多了一分亲近。玩过舵没？家里有船，早2年老爹不让碰舵，这2年倒是碰得多，经常出海。你们这代人能吃下这个苦的人不多了，网就是你要换的。哈哈哈，别见怪，纯粹是习惯。船东没纠结这个问题，人家都加了500块，咋不开自家的船？我不是这片的，我在南边。你是海边的，咋跑这边玩还出海啊？几个北方的朋友没怎么出过海，我陪着一起。3两句聊熟了，船东也明白林浩真的是个渔民，因为没一句外行话。老哥，咱这是去哪边？你们出钱肯定听你们的，不过我和钓鱼船确定的是东边的一个岛边上作业。林浩想了想，还是道：老哥，咱上午先在北方拖2网成固，等中午时我们再到东边的小岛与他们会合。船东没第一时间答应，恰好李刚走了进来，
他问向后者：“你朋友要更改拖网的地方，老板，你看怎么个章程？”听我朋友的，大海他比我熟。船东见老板都同意了，自然没有二话，随即调整了舵向。差不多开出半个小时，林浩发现自己的指示的箭头越来越淡，正想提醒，就见船东已经通知下网了。浮拖与底拖作业的流程没什么区别，没一会拖网便下了水。林浩坐到船头陪着陈雪聊天：“我要不要给孩子们包钱？”“不用了，上次去老家已经给他们包过了。张哥的孩子倒是没包，不过春节过后他们是要去我们那边的，到时我们再包。这次就别抢刚子的风头了。”“冷不冷？”“还好。”没说上两句，李刚也无聊走了过来，一屁股坐到边上。“我来充当电灯泡。”“知道是电灯泡你还来？”李刚也只是嘿嘿一笑，岔开话题：“8号，你啥时候去米国？到时我跟你一起去玩玩。其实我爸对你那3万多亩地也蛮好奇的，到时可能会跟着一起。”“行啊，明年3、4月份吧，走之前我通知你。”林浩又想起一事问道：“刚子，你们这个铜矿采用的是什么工艺分离？”“跟你之前所说的淘金方法大体一样，先是破碎机将矿石磨碎，接着便是浮选，利用疏水性的差异进行。”“这么说也是水洗？”“差不多吧。”李刚挠了挠头。“8号，我这也玩的差不多了，打算做点事，你说我做什么比较好？”“那看你打算投入多少了？”“我爸说了，如果我真想创业，他给我1个亿，就一次机会，亏了以后就老是混吃等死，所以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呢。”林浩那个气啊，妈的，你们这帮二代能不能别这么凡尔赛？随随便便开口就是1个亿，人家创业失败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，你倒好，失败了就在家里混吃等死，太他妈的气人了。林浩突然想到，好像现有团购网站还没有人搞吧？不过现在搞会不会太超前了？想想这2年互联网的发展，好像也可行啊。话说现在王兴在干嘛？这么一个人，按说不可能碌碌无为，然后突然做起美团的，可以找阿珂打听一下，要是对方混得不咋的，倒是可以激发一下他的灵感，提前把美团弄出来。刚子，要不咱合伙来做个生意？行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肯定比我有眼光，到时咱捆在一起，反正我就1个亿，你看着给点股份就行。林浩苦笑，这货倒是心大。突然，林浩想起一事，之前认识的张一鸣，好像他和王兴还有一段纠扯。张一鸣好像给王兴打过工，但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了。等回家后，打个电话给老张，问他认不认识王兴。至于自己来做，一方面太麻烦，其二他也没有那个技术能力，被底下人坑了都不知道，不必做一把手，做个商业教父就挺好。林浩现在的投资，米国有苹果、特斯拉，还有渔业公司，再加上3万多亩的金矿地。至于标普，那是一锤子买卖，明年10月份他肯定要脱手了。国内除了360大疆以外，接下来他就认准了王兴还有张一鸣，等再把这2个大佬扶起来，那么他的成就应该不在双马之下。不过他不会学杰克马那么高调，做一个默默无名的富豪也挺好。阿珂在搞新手机，还非得拉上他一起，林浩还在头疼，到底要不要插一脚呢？他是知道未来世界变局的，要不要现在就开始研发光刻机呢？现在中美的关系不错，中韩也挺好，不算蜜月期，但也没有撕破脸。这个时候要做的话，其实要方便很多，但想想那海量的资金投入，头皮发麻呀。随即手一捶甲板，妈的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啊呸，台词错了，后半句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。不行，等自己在标普的钱回笼，到时跟阿珂商量一下，要玩就玩一把大的。想想突然激动了起来。